各位朋友，这真是活久见了。新加坡政府出面大骂中国网友。中国网友呢开玩笑说这个新加坡快成了印加坡了，结果呢新加坡的政府都破防了，从政府的部长一直到这个联合早报都出来骂这中国网友，你这不是挑拨我们国内的民族关系吗？其实这个事儿呢，大陆的网友仅仅是开玩笑，你这么一骂呢，大陆的网友反倒是认真了。你说说你新加坡难道不是印加坡吗？咱们来看一下啊，新加坡英文的写法，这个词儿呢是来自于印度的古梵语 Singapore， 也就是说啊，这两个是同一个词儿，读音几乎完全相同，词义也相同。为什么呢？因为在古印度语里边和英语里边，这基本上都是一个词儿，就是狮子的意思，所以新加坡被称为狮城。你看看，你难道新加坡不是印加坡吗？你把中国网友给惹急了，中国网友给你新加坡挖坟了。新加坡最近破防的有些厉害。1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站长的话》的文章，大概意思是，近期有外部势力发布针对新加坡的恶意言论和虚假信息，试图挑拨种族矛盾，破坏新加坡的社会稳定。新加坡绝对不是什么世界最惨的国家，也没有被印度人挤爆。联合早报是新加坡发行量、影响力最强的中文媒体，一直持其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能代表新加坡政府发声。也就是说，联合早报突然把站长都搬出来，亲自下场写一篇警惕虚假信息的文章，并不是小题大做，而是新加坡政府真认为有人在挑拨离间，破坏新加坡稳定。就在6日，新加坡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已下令社交媒体屏蔽了14条针对印度社区，包括暗示新加坡正被印度人占领的帖子。同时，其声明还将矛头指向中国，指控相关内容均源自中国某社交平台。另外，多位新加坡官员也第一时间跳出来表示，这些帖子的内容是不可接受的。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绝不允许有人破坏种族和谐。相信近期追踪过新加坡舆论动态的网友，应该已经看出新加坡这出媒体和政府同时应激戏码的滑稽之处在哪了。前段时间，联合早报曾连发数篇文章锐评我国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并特别强调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对中国没有祖国情感。而讽刺的地方就出在这里。按照新加坡的一贯宣传，既然新加坡不是华人国家，那么印度移民涌入新加坡，不正是其宣扬的多元种族社会体现吗？新加坡理应感到骄傲自豪才对，怎么从媒体到政府一个个都破防了？连讨论新加坡的印度人是不是太多了这种声音都不允许存在呢？事实上，新加坡这种应激反应恰恰是其国族建设的拧巴之处。新加坡的主体人口虽然是华人，但它的国家身份却是建立在对华人国家这一属性的不断否定之上的。新加坡必须在民族文化、官方语言、情感归属等各个层面与中国保持距离，才能向西方世界证明自己中立多元，不属于中华圈。但这套叙事的代价却是，一旦有人提及印度裔比例、外劳社群等问题时，哪怕印度裔目前仅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6%到9.0%，新加坡原本标榜的多元主义便会立刻变成不容讨论的禁忌话题，到最后只能甩锅给所谓的外国势力挑拨离间。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说，新加坡这种拧巴反应是旧有的华人精英优越感叙事的破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加坡面对中国时总带着一种我们已成功融入西方体系的俯视心态，一边高调拥抱西方制度与价值观，一边在文化上刻意切割，以显示自己不同于大中华，而是中西方之间偏向西方世界的前客。新加坡承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便是这套定位的象征之一。但在中国快速崛起，连美国都不得不承认无法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之后，新加坡发现自己的前客光环正在退闪。最近2年，中国防长持续缺席相会，本身就是信号。更尴尬的是，新加坡过去那种区别于中国的达利特领班式优越感，也使其难以调整姿态去真正理解并拥抱一个强大的中国。这就导致了如今滑稽的一幕：新加坡的主体民族虽然是华人，但国族认同却必须与中国切割。一旦有人提起印度裔增多时，新加坡又会立刻恼羞成怒。新加坡的这点小心思，谁还看不明白？7成半华人用筷子，印裔不到1成，结果总统是印裔，管外交、教育、交通的全是印裔。现在又来吹手抓饭，
说筷子不够本土，这不就是拿饮食习惯当政治遮羞布吗？这事儿说起来特别荒诞。就在今年5·1劳动节当天，新加坡最权威的中文报纸突然发了一篇文章，通篇都在夸用手抓饭吃得多好。文章写的那叫一个陶醉，说手的温度能让饭菜更香，还说吮吸沾了咖喱的手指别有滋味。通篇没提一个印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在给谁的饮食习惯站台。更有意思的是双标，就在半个多月后，还是同一家报纸突然火力全开，炮轰一部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华人通过侨批传递亲情的故事，连一句政治口号都没有，却被硬生生扣上了高级统战的大帽子。文章还特意强调，中国不是新加坡华人的祖国，新加坡华人才是他们的第一身份。一边把别人的饮食文化捧上天，一边把自己民族的亲情记忆当成洪水猛兽。这种精神分裂般的操作，背后藏着的是新加坡长期以来的身份焦虑。要知道，新加坡公民里华人占了超过7成半，印度裔连1/10都不到。可就是这么一个华人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核心权力却几乎都被印度裔攥在手里。现任新加坡总统是印度裔，外交部长是印度裔，内政部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是印度裔，教育部长也是印度裔。印度裔在内阁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1/4，在公务员管理岗位上更是接近4成。一个不到1成人口的族群拿走了远超比例的政治权利，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极为罕见。更讽刺的是，新加坡政府一边大力扶持印度裔，一边却对华人文化严防死守。几十年来，新加坡一直推行英语为第一语言，不断压缩华语教学的时间和比重。早年学生在学校说方言会被体罚，小贩用方言叫卖会被警告，就连端午节赛龙舟都不能提及屈原的名字。这次手抓饭事件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就是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美食分享，而是赤裸裸的文化操弄，把少数人的饮食习惯包装成更高级的体验，把华人用了几千年的筷子悄悄边缘化。说白了，就是想从最日常的生活习惯入手，一点点切割华人的文化根脉。可问题是，饮食习惯可以改，血缘和文化烙印是切不掉的。筷子承载的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更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用手抓饭就叫开挖人生，这种说法听着就可笑。真要是手抓饭这么好，印度本土早就发展成发达国家了，还用得着大量人才往新加坡跑。最近新加坡政府还动用了专门的网络安全法令，封杀所有讨论印度裔权力过大的言论。可越是读，大家心里就越清楚，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不是靠打压主体民族、吹捧少数族裔就能建立起来的。强行把别人的文化当成自己的，最终只会变成一个四不像的怪胎。新加坡的华人祖辈下南洋打拼，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如今却要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去迎合少数人的习惯。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迟早会付出代价。毕竟没有根的民族走不了太远。中国的网友不依不饶啊！好家伙，你新加坡政府出面骂我们，那我们就跟你们不客气了。你们家的小李子不就是李光耀家族嘛，是吧？你们说是多民族国家，只是凑巧华人多一点，但不是华人国家，这就对了嘛，完全与小李子的说法吻合嘛。新加坡与印度之间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为了更直接的说明这一点，你们把新加坡直译为三哥婆，不更加印度化吗？更加贴切吗？更能够将三哥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根植于新加坡呀。至此以后，新加坡满城牛粪香，坐在飞机上都能闻到咖喱味儿，彻底和中华撇清了关系，再不用劳驾李家几代人费力巴拉的去中国化吗？说联合早报你也无需把时间耗费在怒怼中国网友上这你干脆给新加坡改个名，改成三哥婆，对吧？你们这样的泱泱大国会更加体面的。还是那句话新加坡的粉丝别生气这是中国大陆网友对新加坡的嘲讽，不是我的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